之前是我骗了你。看到你与萧燕慈出双入对，我在乎，我嫉妒，心里想千万种弄死他的法子。囚车上的公子是谁呀？这么大阵仗？是落月山庄的沈公子，3个月前被楚少掳到楚家，成了楚少养在府中的金丝雀。我听说这是沈公子此月第3次逃跑。我怎么记得他原是萧少爷的未婚夫，两人前阵子不是才成婚吗？就是他们大婚之日被楚少抢婚了。不仅如此，当天萧少爷卷入命案，到现在还被关押在大理寺。哎呀，楚家3代从商，富甲金陵，除了皇权，没有家族敢与之为敌。楚少雪，你放开燕慈！玄影阁少主萧燕慈走私铁盐，敛财害命，证据确凿，少血口喷人！萧公子有何冤屈，便到皇上面前去申诉，带下去移交大理寺。至于你沈进是否他的同谋，由本少亲自审问。本少是不是提醒过你，凡事再一再二，不再三？这是你第几次逃跑？就这么学不乖吗？我说过，除非你弄死我，不然要我对你乖顺依附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别忘了你的未婚夫还在本少手里，他是死是活，只需我一声令下，还有落月山庄100多号人的性命，你也不打算管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打伤府内20个侍卫逃跑，让本少很不高兴。迁怒无辜之人，楚少雪，你还是同从前一般卑鄙又下作。还敢跟我提从前？为何不敢提？是让自诩情深的楚少想起那位早死的白月光小叔吗？沈进，被我猜中了。既然这么爱他，怎么没见人死后楚少爷为他殉情啊？不敢？有迁怒别人的勇气，怎么就没有陪他去死的胆量呢？害死他之人逍遥法外，我自是要先为他报仇。虚伪，曾经巴不得为他活出名，但凡对他从一而终，而不是找我这个替代品，我还能高看楚少几分。我告诉你，沈清，这世上最没资格提他的人，就是你。哼，是我没资格。从小将你养大的情分，我与你之间睡出来的3年感情，又如何能比得上？啊，差点忘了，甚至我们初次皆是因你心心念念的小叔娶其他女子，在他们大婚之日，你酩酊大醉，失魂落魄之下发生。你对我又有多少情分？所以这便是你与我仇人成婚的理由吗？萧燕慈杀了我的小叔，你知我与他不共戴天，你还他是你的仇人，不是我的。我为什么要拒绝他的示好？萧燕慈是玄影阁少主，身份显赫，无论床上还是床下都比你温柔100倍，疼我爱我，将我视为珍宝的男人。闭嘴！我没资格提你的小叔，你同样没资格管我与谁成婚，尤其是我与你早在半年前就一刀两断。
别再让我听到你提其他男人的名字！滚开！沈剑，再三与我对着干，惹我生气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难不成要讨好你，乖乖当已逝之人的替代品？哼！楚大少爷，你还是太不了解我。同样的坑我不会跌倒2次，同样的人我不会再爱第2次。想要驯服我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再说一遍，有本事关我一辈子，我就算不弄死你，也要活活恶心死你。那就比一比，谁的命更硬。少主，玉堂，属下没事，少主不必担心。还记得前几日我说过什么吗？你再不安分，逃一次，本少就在你最宠爱的下属娇嫩的脸上划一刀。楚昭雪，有什么怨恨冲我来，别伤害月堂。落月山庄已经被本少连根拔起，沈剑，你如今别无选择。不要，放开月堂！听话了，学乖了。我们之间的恩怨，针对无关之人。楚昭雪，你也就这点本事了。不急，我的手段往后会让你慢慢领会。月堂，少主，属下能忍，不用管我。好一对主仆情深啊！楚昭雪，你休想有我威胁少主妥协！你这种不择手段之人，不配得到他。倒是个忠心护主的，可惜我不仅得到你家金尊玉贵的少主，还将他调教成我的专属奴仆，让他全身都沾染上我的味道，而这只是开始。无耻之徒！少主，把他拉住！楚昭雪，楚昭雪，逃跑是我的主意，你心里有坑大可冲我来。大男人为难小姑娘，也不嫌丢人。别以为老子对你舍不得来硬的。既如此，就少废话。顾晨，动手！是。少主不要！我必死，死不了。别小看你家公子，姑娘家留疤就不好看。停！少主，少主，抱歉，是我连累你，让你无端遭罪。是月堂没用，没能保护好少主。少在我面前与别人拉拉扯扯。要你管！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还不肯服软？还当我是以前对你百依百顺，拼命讨好你的沈剑吗？向你服软，你配吗？那本少只好故技重施。这次是下属，下次该换谁呢？你未婚夫萧燕子怎么样？楚昭雪，你还是在意他的。我与他拜过天地，自是在意。那你就更不会想看到自己风华绝代的未婚夫琵琶骨被铁钩子穿透，变成废物的凄惨模样，对吧？你敢？你猜我敢不敢？那我也把丑话说在前头。楚昭雪，我斗不过你，我认栽。但你胆敢再对我身边人下手，老子就往自己身上添一刀，动一次我划一刀，
你杀一人，我即刻自刎。反正这条命我早就不想要了。楚少，想试试吗？用自己的命要挟我，沈静，真是好相的。用不着你假惺惺，不识好歹。里头的公子不肯让老夫替他疗伤，老夫也无能为力。邱老大夫，宁愿伤口疼了2宿没睡，也不让大夫诊治。这爷到底在作什么？以为自己还是曾经楚少花心思哄着的小少爷吧？等着楚少来伺候他呢。落到这步田地，不趁着少爷对他有几分兴致，好好抓紧楚家高枝儿，却多次惹怒少爷，愚蠢。就是少爷那天走之后，已经好几日未曾来看他了，以后有他后悔的。花心思哄着，半年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见识过他的獠牙利爪后，我便不会再蠢到信的。我与楚昭雪相识于3年前的一次多情夜晚，那时因家中生意缘故，我刚来京城不久。哎，公子这边请。一进酒楼，我就注意到容貌毅丽的楚昭雪。她半张脸虽隐藏在夜色中，让人看不真切，但气质不凡，让我瞬间移不开目光。美酒若是独酌，如何能尝出其中万般滋味？放手！我看出他不好惹的性格，一边猜测他莫非是京城大户人家的少爷，眉宇间带着与生俱来的傲气，一边又大着胆子接近他，不想放过这段夜语。谁准你碰我？公子心情不好，在下陪你喝。是惊鸿一现，还是月老早牵好了红线？看着他冰川琥珀般的眼眸里倒映着自己的身影，我肯定他与我是同类人。你怎知道？猜的。我不喜拐弯抹角，想问公子，今晚有兴趣跟我？没兴趣。拒绝的这般干脆，唉，真让人伤心呢。本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我也不是，只不过公子恰好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第一次情不自禁，主动想要。怎么证明？跟我试试，一睡就知。轻浮，这叫热情似火。同为男人，我知怎么让公子得取。我出力，公子只管躺平享受便可。既出力，全是想搞我，你会吗？不，是想被你搞。当然，这是讲究你情我愿。若公子没这心思，那便算了。叫什么名字？沈静，烈火焚烧殆尽的尽，是个好名字。上赶着被弄，倒是跟你这浪荡模样挺配。跟你这种假正经，不是天作之合。伶牙俐齿，楚昭雪，我的名字你记住了。你说的最好句句属实，欺骗本少的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。废话真多。一池春水夜舟斜横，梦里不见良辰。
三更借电影灯，唯恐惊扰不还。男人的劣根性在床榻暴露无遗，唇齿厮磨。那夜的楚昭雪像不知餍足的野兽，满口混话又肆无忌惮，我全身布满青紫红痕。别乱动，让我抱会。楚昭雪，你他妈属畜生的吧？再说一遍。可我呢，真就好你这个，讨昨夜的利息。我又无法否认，他留于身上的吻痕日益加深，刺穿血肉，逐渐成为刻在我心上的烙印。是也，即便明白他身份显赫，还是不由自主想让这段未知结果的错误关系有朝一日得以窥见天光。就这样，我与他厮混了整整3年，直到那个男人的到来。小叔，都成大人了，怎么还如此毛躁？3年未见，自是想念小叔，一时着急回来。楚昭雪的小叔，那位名满京都与他毫无血缘关系，却将他抚育长大，占据他整个少年时期的男人。他是我朋友，你先回去吧。这么着急与我撇清关系？楚昭雪对楚清晨毫无芥蒂的依赖，肆无忌惮的撒娇，乖顺听话，与在我面前心高气傲、客套疏离的他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哎，你小婶儿长得温婉动人，还是京城第1才女，跟你小叔真般配。他们成亲多久了？别人的私事，少打听。问问都不行。你很闲，生什么气？不想说就不问。磨牙呢，要轻点。别消气，根本没使多少力。小少爷，你对你自己的力气心里没点数吗？那你咬回来。幼稚。但我喜欢。有多喜欢？喜欢到这辈子只想被你一个人搞。起初我并未觉得他对楚清晨的态度有何问题，只当是从小养大的情分，关系比别人深厚些。可后来，自楚清晨回京，楚昭雪来见我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有时一连几个月都不见人影。等到他生辰，我买下京城所有烟花，又点满红烛为他庆生，想让他明白我的心意。然而，少主，楚少说他今日有事，无法赴约，这还布置吗？他来不了了，就不必布置了。这只玉簪，收着吧，今夜送不出去了。为准备楚少生辰，少主提前1个月开始忙活，玉簪也是花大价钱打造。这楚少真是……小叔多虑了，沈清他如何配得上我？跟他只是逢场作戏玩玩罢了，过段日子就分了。我心里的人是谁，小叔不应该最清楚吗？阿昭，你我身份有别，更何况我是个家世人，
今日的话，我全当没听过。我做不到自欺欺人。沈清那孩子做事稳重，进退有度，你理应找他这样的人。他怎么能与你相提并论？原是这3年，他从未看得上我，心中更是有灼灼朱砂。可笑我却像个傻子似的，顺从他，讨好他，试图让他为我有片刻回眸。愚蠢之极！少主这个王八蛋！月堂，算了。少主为何拦我？属下非揍得他满地找牙，好好教训他不可。大吵大闹只会让他更加看不起我，我不想自取其辱。原来越是失望时刻，人越能保持冷静，始于心甘情愿，终于愿赌服输。自此我再也没有去找过楚昭雪，而那段时间，落月山庄名下商铺出现缺口，无法正常运转。我别无他法，便去找一直追求我的萧燕慈，想要取得她的帮助。阿进，叫我帮忙其实很简单，答应与我成婚。容我想想。你未婚，我至今也未娶。沈进，本少不明白你在顾虑什么。萧少爷各方面条件都好，这2年对我也多加照拂，是值得托付一生的合适人选。可是，不信我的诚意，终身大事不能草率决定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那我便等你考虑清楚，随时恭候。站住！有事说事。方才你身边的男人是不是萧燕慈？都看到了，何必明知故问？本少不是说过让你离他远些，为何还……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沈进，难道你不知道那姓萧的对你别有所图？老子烦他，以后不准去见他。楚昭雪，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。你说什么？或许我说错了，你我之间从未开始谈何结束。把话说清楚。老子烦了，腻了，不想陪你玩下去了。我们一刀两断，够清楚了吗？腻了。沈进，别忘了最初是你先招惹本少，主动对我投怀送抱。所以楚大少爷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心上人大婚，落寞伤神，愁闷无处宣泄，恰好出现我这样送上门来的蠢货，可不正合你心意？心上人？谁跟你说的？3年了，楚昭雪，你但凡说一句自己心有所属，根本看不上我这种身份的人，我还能缠着你吗？床上与我耳鬓厮磨，柔情蜜意，床下却对我百般奚落，极尽贬低。我很好奇，楚大少爷到底抱着何种心思睡我的？先前骂你畜生，真没冤枉。沈进，若不是那日听到你向楚清晨诉说衷肠，你还打算瞒我多久？既然爱他爱得死心塌地，又招惹我做什么？最后来一句轻飘飘的逢场作戏，好玩吗？过瘾吗？有这么个随叫随到、乖顺识相的暖床工具，心里是不是痛快极了？啊！老子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人敢这么耍我。那日的话，我其实我不会再信你的只言片语。楚昭雪，往后你他妈有多远滚多远。真的要跟我起手，不后悔。我只后悔没有早点与你恩断义绝。
与楚昭雪分开后，我答应与萧燕慈成婚，本以为这场荒诞的关系会到此为止。可就在我与萧燕慈订婚那天，传来楚清晨去墨阳途中船只下沉，发生意外的噩耗。今日你我订婚宴，却见不到你脸上有半分笑意。阿金，你是不是忘不掉楚昭雪？没有，虽说你我是商业联姻，各取所需，但既答应与你成婚，我便不会再与他藕断丝连，使你难堪。其实我挺羡慕楚昭雪的，我与她是同窗，但她从小悟性高，哪怕白日在课堂睡觉逃课，考核也次次拿第一。家中长辈时常将我跟她比对，而我是学堂里的万年老二，习惯与她较劲。更没想到的是，长大后我们也会看上同一个男人。你也喜欢楚清晨？怎么会？我说的是你。萧少误会了，楚昭雪不喜欢我，她生来尊贵，看不上我这样的俗人。那3年是我一厢情愿。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萧燕慈，我小叔的死是不是与你有关？与楚昭雪再相见，是我与萧燕慈的订婚宴上，但她并非是为我而来。我查到小叔乘船离开前，你的人在暗中跟踪他，他出事那片区域更是玄影阁的地盘。我不信这世上会有如此巧合。楚少爷，凡事要讲证据。京城人尽皆知，楚公子的事只是意外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为何置他于死地？至于派人跟踪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强词夺理。他说了不是，楚少难不成还想私自动手逼供？沈剑，小叔待你不薄，可没做过半分伤害你之事。如今他无辜枉死，你还要包庇杀他的罪魁祸首？楚少慎言，你凭何认定他就是凶手？你又凭何觉得他不是？我信他。虽没有直接证据，但我早晚会查明真相。那就请楚少找好证据，再兴师问罪。没有证据，随意污蔑，毁人声誉，实非君子所为。所以你信他不信我？沈静，你才与他认识多久？他是我未婚夫，是我即将共度余生之人。我不信他，难不成要信一个外人？外人？不过3个月未见，我倒成了外人。你从未远，而我无眠。你怎么？别上前，他状态不对，万一伤到你怎么办？自始至终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，竟会蠢到相信你对我是有几分真心的。害死小叔的人，老子一个都不会放过，你们好自为之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只是楚昭雪她怎么剑都拿不稳，是不是？阿锦，今日是你我订婚，你该关心之人是我。啊，抱歉。萧楚两家平时有不少生意往来，偶尔有小摩擦，但远没有到闹出人命的程度。大理寺卿都已查明楚清晨的事是意外，楚昭雪不知为何这般针对萧家。他向来如此，喜欢牵扯无辜。夜色已深，我去隔壁。你不愿意与我同榻？你知道我跟过楚昭雪3年。我不在意。阿锦，
这个出虚幻，比你想象的还要早。虽然我得到你的方式不光彩，有点趁人之危，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好，至少没有立刻拒绝我，说明我还是有机会的。你，嘘，只是想抱着你，不做其他。我等你心甘情愿那天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总要同床共枕，培养一下感情吧。凝结成泪光，握不住的梦想。后来，山庄生意好转，作为楚家独子的楚昭雪坐上家主之位，风光无限，又将楚清晨的夫人和孩子接回楚府，亲力亲为的照顾。我与萧燕慈东奔西走，再次回到京城，是半年后我们大婚之日。楚昭雪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，而这次，她是来抢婚。玄影阁少主萧燕慈走私铁盐，敛财害命，证据确凿，将人带下去，移交大理寺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燕慈，至于你沈静，是否他同谋，由本少亲自审。楚昭雪，你发什么疯？赶紧把我的手解开！这红色喜服挺衬你的，干脆别脱了，跟我成亲，怎么样？你犯什么病？老子有未婚夫。所以这半年跟萧燕慈游山玩水，过得不是挺快活的？关你屁事！他碰你了吗？何止，该做的不该做的，我都跟他做了个遍。怎么着？挺好，我跟他从小比到大，今晚也不例外。你就好好比比，我跟他谁技术更好。楚昭雪，你滚！宝贝儿，不够，再往下点，用点劲儿啊！变态！放开我！疼吗？疼就对了。成为楚家掌权人的楚昭雪，早已褪去少年青涩，变得霸道蛮横，肆意妄为。你向来与他分他而我，他碰没碰你我会不清楚吗？楚少爷够闲的，有空打探别人的床笫之患，有这闲情逸致，不如多祭拜一下自己的白月光。沈静，我有时真想拿个东西堵住你这张烦人的嘴。先自个儿把你那管不住到处发情的玩意儿剁了，这样你我都省心。我要真剁了，你又舍不得了。放屁！看看镜子里自己这副惹人怜爱的模样。楚昭雪，老子早晚要杀了你！这软绵绵的模样，说出的话一点威慑力也没有。臭大点的泪珠子流个不停。我还没到底呢，怎么先哭上了？以前本少踏上那股轻浮劲儿去哪儿了？
萧燕慈见过你这副姿态吗？自然，楚少爷说了我轻浮，骨子里没多少礼义廉耻，自是谁让我爽我就跟谁啊，至于为谁守贞？行啊，冲你这句话，本少今晚也得卖力点，不是？除了你，老子还比不上萧燕慈那伪君子。他可比你这样的流氓强过100倍，绅士有风度，哪像心里有一个，怀里搂着另一个。沈姐，你真以为那姓萧的是个什么好东西吗？不过是装得像个人罢了。不如你想想落月山庄为何突遭变故，而萧燕慈恰好那时出现，还恰好施以援手。你什么意思？一切看似精妙的巧合，实则都是人为。是吗？我为何信？就算事实真如你所说，又能怎样？以为我会因此怨恨萧燕慈吗？楚昭雪，给予我伤痛的是，抚平我伤口的是他，欺辱我的人是你，尊重我的人是他。再看看现在，你全然不顾我的感受，对我做尽恶劣之事。但凡是正常人都会选他，而不是你。你选谁，谁他妈会在乎？不在乎还费尽心机挑拨我与萧燕慈的关系，难不成与我春风一度后没尝过味儿？本少的东西，哪怕吃腻了不要，也绝不会让别人染指分毫。哼，说的毫无底气，真是破绽百出的狡辩之词。爱信不信，我只是单纯想让你和萧燕慈不好过而已。最好如此。楚昭雪，你可千万别爱上我，因为被你这种混蛋看上，我嫌膈应。说真有那天，我会缠你一辈子，想甩都甩不掉。自成为他的笼中雀，我与楚昭雪每次都不欢而散，因太清楚彼此的软肋，说的话尽数化作利刃，直往对方心窝子里戳。快来人！沈公子晕倒了！身上怎么这么烫？你们就是这么看人的？是沈公子他执意不肯让大夫给他治伤。一群废物，还不快滚去叫大夫！属下这就去。这么多天愣是一声不吭，沈剑，你就非要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才甘心吗？父母离世，我与小叔相依为命，但是我的目光总是追随着他，渐渐的，我分不清自己对他到底是何种感情。公子心情不好，在下陪你喝。知道沈静的出现，3年的极尽纵容，常伴不离，入骨欢爱，让我明白情爱是何滋味。只是喝酒了？没喝多少，全身酒味，话都说不清，还说没多少。真的啊？你锁骨上的痣真漂亮，小心。别闹！楚昭雪，怎么办？我好像越来越离不开你。这里的位置不偏不倚，刚好装满了你。净说胡话！我认真的。
我出身优越，不喜被他人左右情绪，即便看出他眼底的柔情，也刻意忽略，甚至他离开，我亦没有挽留。沈进！可后来，我几乎每晚都梦到他，心仿佛被利刃反复割开，疼痛难忍。唯有他是我的良药，我便知道自己这辈子是栽在他身上，但他成了别人的，他不要我了。往后再也不会让你疼了，沈静，宝贝儿，再爱我一次好不好？沈静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萧阁主都自身难保，还有精力替沈静操心？他是我名正言顺的爱，满城宾客见证。我关心他不是应该的。爱人，他昨个还在老子身下承欢，你跟他有名无实，算哪门子的爱人？沈静性子烈，就对你失望透顶，不会任凭你为所欲为还不反抗。不信？看到没？昨晚他要的新鲜的。哼，看来楚少也没讨到什么好处，他没少跟你动手吧？沈静对待我可比对待你温柔多了。亲夫妻明算账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本少就乐意被他打。怎样？生气了？向来高高在上的楚少，原来也会为一人不甘、嫉妒，甚至失控。萧燕子，你一天天这么装也不嫌累。对，我不甘，我嫉妒，我也没想掩饰。可与你相比，老子坦坦荡荡，你连吃醋、愤怒都隐藏在你那虚伪面孔之下，遮遮掩掩，眼底满是算计。真不知道沈清这小子究竟看上你哪儿了。但你还是不得不承认，如今沈静心里，你还在我之后。主子，您派去墨阳查探楚大人死因的人回来了。怎么说？跟大理寺查出的结果一致，楚大人的确死于意外。要自己去，看好他。娘亲，漂亮大哥哥醒了。少主，您终于醒了。月堂，楚昭雪把你放出来了。楚夫人，是我把苏姑娘带出来的。昭雪这几日不在。你跟昭雪哥哥书房里画的那位漂亮大哥哥好像啊。画像？整整一屋子的画都是昭雪哥哥画的，平时都不让人碰，宝贝的不得了。音乐由晚上浮动，匆匆掠过第几重。墨儿，你先在外面等娘亲好吗？娘亲有几句话要跟这位漂亮大哥哥谈谈。这是出城令牌，城门口无人会拦你。楚夫人为何要帮我？我这段时间不在京城，前几日回来才知道昭雪她将你关在楚府犯浑。我作为他长辈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一错再错。谢谢。沈公子，在离开前，我觉得有些事你应该知道，跟我来。这些是昭雪画的，她从小精通书画，但第一次这般画的都是同一个人。半年前，你与他断绝关系那段日子，他浑噩度日，在书房内描摹你的画像，眼里流露出的思念藏都藏不住。直到听到你要与萧燕子订婚，他奋不顾身地去萧府找你，许是想要我挽回。他来找过我，在你和萧燕子订婚半个月前的夜晚，但他被人挡在外面。
萧燕慈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见沈清？凭我如今是他的男人，我的手下败将做他男人，你配吗？楚昭雪，我很快会和沈清成婚，我不希望自己的爱人被另一个人百般纠缠。要不要见不是你说了算，滚一边去！敬酒不知吃罚酒，这天相爱是风风雨雨是空空，分手害了面容，寻不见前世纷纷雨，心深深深几寸。萧燕子早有准备，昭雪去之前又喝了不少酒，一人难敌四手。那日她被萧燕姿打得遍体鳞伤，浑身是血，命差点没救回来。今日一定要见到沈剑。昔日的天之骄子，竟会有如此卑微可怜的模样。不装了，楚昭雪，我真是恨极了你这目空一切、漫不经心的眼神。凭什么你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，我却要拼尽全力？即便我孤注一掷，最后还是会一次次的输给你。说明你自始至终就是个废物。那又怎么样？沈清最后选的人还不是我？将沈清当做你争权夺利的物品，真不想承认你这种自私自利之人会受我的气。楚昭雪，这就破防了。往后在沈清面前还怎么装下去？那小子比我还记仇。要是让他知道你专一深情的面孔都是装出来的，还会给你机会。你闭嘴！萧燕子，你以前就没资格同我争，如今更是不够格。是吗？可如今在我脚下摇尾乞怜的人是你啊，楚大少。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爱沈清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将他输给你。你是说，萧燕慈那人硬生生掰断了楚昭雪的手腕？她被带回府里时，手腕和身上几处地方明显有骨折痕迹，手法刁钻，对方摆明是想让昭雪活活疼死。大夫，他怎么样？楚少爷伤势过重，只能看他能否熬过今夜。沈剑，沈剑。那夜，昭雪嘴里喊着你的名字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。她醒来后，跟清晨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小叔能不能替我去一趟莫言？望梦沈剑，陆远山庄情况不容乐观。沈剑曾跟我说过，山庄是他父亲生前最为珍贵之物，留给他的唯一念想。你想以此求他原谅？是我犯浑，亲手将他推到其他男人身边。阿昭，小叔同你说，好好珍惜一切。你若是能早点看清，何至于跟沈静走到这种地步？小叔帮我一次好吗？我婆母没有沈静，她不在身边的这段日子，彻骨思念快要把我逼疯。我想见她。好好养伤，我明早出发。但你要答应我，不可再说伤害沈静的话。真心需用真心去换，不要一意孤行。清晨便乘船去了洛阳，可在途中出现意外。昭雪觉得是自己害死清晨，百般愧疚。听到萧燕慈可能与此事有关系，不顾重伤未愈，在你订婚日去找他核实。难怪那天他手抖得连剑都拿不稳。
京中的小叔意外离世，心上人又与别人订婚，昭雪当时心态几乎濒临崩溃。而那夜，你又对他恶语相向，将萧燕子护在身后。先见他对我那若有似无的恨意，竟是这么来的。沈清，我不清楚你们之间到底有何误会，也不便插手你们的事，但我想，昭雪对你已然动了真心。楚夫人知道楚昭雪她对楚公子有意吗？清晨是楚家收养的，昭雪的父母离世早，清晨为报答楚家养育之恩，将昭雪视为亲人，抚养长大。10多年的朝夕相处，昭雪难免混淆自己对清晨的情感，可他们之间从未有过半分僭越。他曾亲口说自己喜欢楚公子，他要是喜欢一人，不会眼睁睁看着对方与别人成婚。若真如他所说，也就不会有我的存在。楚公子是为了帮我才出了意外，楚夫人不怨我。天地命数，愿你也于事无补。活着的人还是要向前看，是留是走，望沈公子考虑清楚。少主，萧公子被放出来了。去萧府。阿季，我正打算去楚府把你接回来。楚昭雪她没有为难你吧？萧燕子，我们订婚半个月前，楚昭雪来找过我。是你趁他喝醉，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对他痛下狠手。他跟你说的，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。萧燕子，我要听实话。好，你问。落月山庄的事也是你做的。是，我只是想创造一个能光明正大得到你的机会。可你要的机会害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时至今日，我不想再计较谁对谁错。萧燕子，我们和离吧。你说什么？被楚昭雪辜负后，你真心实意与我示好。我当时只觉得你图的是我这个人，认真想过与你就这样过一辈子，坚信你会是我的良缘。可萧燕子，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我才发现，我于你而言，从头到尾不过是你与他较劲的工具。不是的，阿姐，我对你想在他面前为自己争口气，你甚至看出他对我动了真心，算计我，一步步接近我，只想有朝一日以胜利者的姿态与他炫耀。小燕子，你把我当什么呀？对我体贴入微，言行举止挑不出任何错处，你的眼睛却总是裹着一层薄雾。我从未看清过你心中所想，你还觉得这是爱吗？沈清，我承认自己最开始接近你是别有所图，我承认是为了报复楚昭雪，才想着将你抢过来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。我爱你是真的，想与你共度一生也是真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平生最讨厌一个人打着爱我的名号，做尽德行有亏之事，以此掩饰自己的私欲。楚清晨没有死，那他人呢？被我的人救回玄影阁，正在疗伤，过几日就将人送我。你本意是打算用他威胁楚昭雪吧？但后来发现我比他更好使，是吧？与你成亲后，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阿锦，若是如此，你会不会少恨我一点？我不恨你，
也不爱你。那一声叹息，为你还是我。从前光阴如流萤闪烁，一去终了，两夜还寂寞。南希姐，你放走了沈静。他已经出城了。站住！昭雪，你还记得你曾答应过清晨什么吗？记得。沈静不是你的私有，他选择去哪儿，你都无权干涉。若真喜欢他，就真诚实意的追求，而不是以权压人，威逼利诱。我与他之间不是真诚追求，就能冰释前嫌。那你就更不应该强迫他原谅你。昭雪，你不是3岁孩子，该学会放手。他是我的命啊！要我如何放手？少主，我们要回山庄吗？京城已经没有我留恋的。少主不打算见楚少爷吗？别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。也许我跟他真的不合适，分开对彼此都好。沈静，是楚昭雪，他不会又想抓少主回去吧？不行，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少主您先走，我拖住他。哎，他孤身一人前来，不像是抓人的。为何连一句道别都没有就离开？若真等你回来，你还会放我走吗？沈静，对不起。你20年拼搏，靠自己的努力，在京城站稳脚跟，经营落月山庄。论容貌，论身份，你哪点都不比我差。我因自己之前说轻贱你的话，虚你道歉。我不该自傲，忽略你的爱意，贬低你。其实，楚昭雪，这还是那不可一世、放纵不羁的楚少爷吗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这众目睽睽之下向一个人下跪，楚少是不打算要名声了吗？我曾觉得这世上没有谁离开谁会活不下去，可沈静，我对你有瘾了，没有你，我会死。瞧着楚昭雪放低姿态，往日的高傲在我面前荡然无存，沉静的心竟还会为他泛起涟漪。可之前是我骗了你，看到你与萧燕姿出双入对，我在乎，我嫉妒，心里想千万种弄死他的法子。关着是想让你只属于我，并不是想折断你的羽翼。我的阿静绝不是依附别人的金丝雀，那是我的心头肉。哪儿学的这么多花言巧语？我只睡过你一个，还能跟谁学？起来，丢人！沈静，求你别走，好吗？先起来，这么多人看着你，不要面子了。面子没你重要。为何不跟我说？萧燕子害得你命悬一线，以往惯会装可怜耍无赖，怎么那次对情敌打趴下这种面上无光的事，打死也不会同你说。方才不还说面子没我重要吗？不一样。你还要走吗？在这万丈雨中落花不楚昭雪，我要的不过是你一个态度，说几句软话，能憋死你吗？沈
是你不给我挽回的机会，刚把我踹了就转找萧燕子，你让我怎么想？所以你可记得，我身边不缺男人。往后你要是表现不好，我一样再把你踹了。找，想都别想，我不会给别人这个机会。你的手还疼吗？已经好了，不过比不上你离开时看到你背影心疼，亲也亲不到，抱也抱不到，心里空落落的。这种感觉，余生不想体会第二次。原来你还能说人话呀！以前不是威胁就是强迫，嘴里没一句我爱听的。你不也每次跟我说话都夹枪带棒的，一口一个弄死我？怎么着？想跟我翻旧账？哪儿敢呢？都是我的错，只要你不走，捅我一刀我都收着。我跟萧燕慈和离了，楚少爷，你负责吗？负责。今日我们就成婚。少主，不回山庄了。跟弟兄们说，准备婚礼，你少主娶夫人。啊，夫人，楚少他能答应吗？我娶你，楚少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都听夫君的。叫得好，傻。空口无凭，还是拿点实际的。那等今晚洞房花烛夜，我自己动，要不要？一起踏芳要巧如山林深，万众壮志豪情入怀中。爹爹！南希，我回来了。我以为你平安回来就好。没事了，以后不会再离开你们母子俩了。你在搞什么呀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到了。这是。月堂说，在我生辰那日，你给我准备了很多惊喜，可全被我毁了。提起那日，我就想揍。无需宝贝儿动手。我无数次回想那天，恨不得穿过去给自己几巴掌。嘴欠的毛病得治。我这嘴，你每日多亲几次，说不定就老实了。挨几个巴掌，比这奏效。沈间，我把那天补给你，忘了那些不愉快的，往后岁岁年年，只需记得我爱你。迟来的生辰礼物物归原主，连着你的人一并烧了。月堂拿给你的。这丫头还对你之前抽她鞭子的事耿耿于怀，所以费了不少功夫才撬开她的嘴。唉，楚昭雪，你何时把你这流氓劲儿改改？你不是挺喜欢在床上看我这番模样的吗？改什么？不要脸！楚昭雪，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成，这一成便是我的余生。当四季轮回又回到原点，谁在星空下数着从前？